仅以本视频纪念我的童年，那是一段小有遗憾的幸福时光。又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洛尘啊。那么又是好久不见啊，上周去杭州做了个手术，又拖更了一周，非常抱歉。这周出院后赶紧回来给大家更新视频。后续开始咱们就是寒假模式了，一周一更或者两更。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于童年回忆系列的支持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童年作品，可以私信评论或者发在弹幕上，我都会一一看过去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。我和你穿越到这纷乱的时空，凝聚着正义的尖峰，以不败的意志去散阴霾迷蒙，手中是羁绊的感动。上期视频中，咱们已经讲到《斗龙战士2》里面这些反派稳中带皮、不讲武德的操作了。像是斗龙小队一行人，此时都还是宝贝龙形态，技能等级都是1、2级。然而星魁这老阴逼实在是过于谨慎，竟然直接派出了拥有8级技能的强大反派沙杰来阻拦斗龙小队。如果不是他内鬼一个一直在放水的话，仅凭一人之力，斗龙小队怕不是就要团灭在这里。而且就算这样还不够，星魁还觉得不够保险，又派出了2位大将寿星左和寿星右来帮助沙姐。得亏咱们的斗龙战士拥有全员内鬼的优良传统，在这斗龙小队毫无战斗力的危机关头，这俩活宝选择了放他们一条生路，来日再抓。只能说抽象还得是斗龙战士的反派抽象，刚刚明明就是团灭掉斗龙小队的最好时机，这俩二货偏不，就是要玩，偏偏要放他们一条生路，然后一回到城堡里面又要反悔了，派出了手下极其擅长暗杀的残影龙出马，干掉斗龙小队。哦，残影龙的天赋是暗杀，相信他一定非常有操作，能够干掉斗龙小队于无形之中吧。万溪岛在这里，哇，这么远！残影龙，你的专长可是暗杀，知道怎么做了吗？好了，我不喜欢废话，来决斗吧，速战速决。好家伙，你这暗杀是要把对面全部杀掉，就没人知道你是暗杀了吧？属实是有够离谱的。得亏此时斗龙小队因为刚刚打完沙杰特别虚弱，不然你这暗杀专家怕不是直接就要挂在这里。果不其然，残影龙的实力一般，留不住斗龙小队，让一群人逃到了元丰兽龙一直守护的圣地玉心园当中。在这里，他们遇到了元丰兽龙的好兄弟磁力虎龙。磁力虎龙作为玉心园的重要 NPC， 也开始为他们讲述起了玉心园的背后故事。这个玉心园拥有着星龙圣域全部星龙的星光种子，星光种子不仅能反映每个星龙的生命状态，还拥有强大的力量，能够形成与6星守护龙沟通的媒介。好家伙，看了15集的动画了，才第一次提及第一部的主角们，真的是有点遗憾。非常希望《斗龙战士2》能够多提及一下第一部的主角故事们，看到前辈的多一点成长。不知道你们看动画或者小说有没有这种习惯，特别期待前一部或者前几部的主角们出场，来作为前辈帮助现在的主角团，期待着前一部动画中还比较稚嫩主角们，经过一系列的磨砺，终于获得了成长之后，到了这第2部成为了护佑一方的大拿，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，在这强者如云的环境中成为顶尖战力，保护着后辈们的成长。这种成长与传承的故事虽然非常老套，但真的让我非常喜欢。就像是在大主宰里面主角遇到萧炎，无限曙光里面看到镇扎楚浩，甚至于斗罗大陆里面看到唐三，你都能感觉到安心无比，颇为痛快。所以他披着斗龙战士2的名字，本来是让我非常期待第一部主角们的登场的，没想到全剧下来也没有人家多少戏份，还是有点遗憾的。就在几人告别磁力虎龙之后，暗杀专家残影龙也是追到了这里。其他伙伴先行离开，留下了东方墨和磁力虎龙共同对付强敌。不过从我个人视角来看嘛，我觉得残影龙真称不上强敌。如果不是东方墨和磁力虎龙要保护玉心岩的星光种子，老早就把他给干掉了。但动画嘛，如果不表现出主角的吃瘪，怎么能够体现角色的成长呢？
然后剧情便是东方墨为了保护星光种子受了重伤，他的意志感动了星光种子，他们将力量赐予给东方墨，促使吉卡完成了升级，进入了机甲兽龙阶段。这下可好了，擅长暗杀的残影龙总算意识到了除了暗杀之外他啥都不是，被东方墨一招龙虎乱舞斩打成了斗龙卡片，只能说菜就多练，输不起就别来，这下死了吧。咱们再来看骆小艺这边，只见他们传到了全剧最欢乐喜庆的地方溪谷海岛这里，远远一望便看到了一个海边小屋。我说斗龙战士这几人也是心大，这明显是反派的屋子，他们居然敢趁着反派不在直接住了进去。果不其然，趁着小艺偷偷找百诺私聊的时候，剩下3人便被打猎回来的暗月兽龙一网打尽。天化更是被暗月兽龙当做了献祭品，准备献给月神，以换取比罗刹暗无更加强大的力量。这暗月兽龙属实想太多了，献祭一个天化就拥有能够超越罗刹暗无的力量了，那我上来直接献祭6位斗龙战士，然后能够直接封印罗刹暗无。能量都是守恒的，12星龙这么强都封印不住黑王龙，更不要说1位斗龙战士的力量就能战胜罗刹暗无了，属实是想太多。暗月兽龙在一方激昂的发言后，便被觉醒了2阶段力量的百诺2招给干掉，领了便当。虽然他的死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，但这位反派说的话确实有点意思。暗月兽龙，你为什么想要和罗刹暗无拥有一样的力量？我不想罗刹暗无吞噬月光，那是非常温柔的光芒。Nice。在战胜暗月兽龙后，主角一行人便受到了花仙子龙的指引，来到了一处岔路前。在一部动画中，最忌讳的是什么？那肯定是兵分2路。比兵分2路更加忌讳的是什么？那便是兵分2路之后还要一个一个的送。斗龙小队这波可是全部雷全都踩遍。为了寻找下一个传送阵，他们分成了2队。骆小艺这边找到了传送阵，而天化这边却遭到了花仙子龙的欺骗。几人深陷4叶刀龙的陷阱，东方墨作为最强战力还被重点针对，上了毒素。此时此刻，天化一句东方墨我们又被骗了，属实是让我没绷住。得，还知道自己又被骗了，斗龙小队属实是不长记性，一次又一次。前面是火焰巨龙被骗，中间是邪木树龙被骗，现在是4叶刀龙上当受骗。天化真的是一次都没躲开过，次次上当受骗，属实是有点抽象。更加搞笑的是，他不仅容易被骗，还容易被敌人套话。在被4叶刀龙抓住的过程中，天化那真的是嘎嘎说，一边说出了他们的背景，又一不小心说出了小艺凯夫的唯一弱点，那就是他们过于在乎彼此的友谊。这对4叶刀龙来说，那真的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肚子饿了送馒头，这下还搞不定你们2人。只见他在2人进入森林后，偷偷释放出了一股毒物，瞬间命中了小艺，迷得小艺六亲不认，当场和凯风来了个自相残杀，搞得凯风都 emo 了，咋还有这种毒素，弄得他们好兄弟说翻脸就翻脸。这下可好了，百诺天化惨遭捆绑，东方墨深陷剧毒，凯风被兄弟打成重伤，小艺被迷药整的精神崩溃，还有能比这更惨的吗？然而编剧就是这么无情，就是还有更惨的。由于之前第2波进入森林的是凯风和小艺，此时的紫耀还在外面等候，龙昊天和古哈这俩小逼灯又以为自己行了，别的人打不过了，来欺负人家8岁的小孩，2人2打1抢走了紫耀的帝王龙刃，属实是太不要脸了。就算到了这种时候，刚刚逃出的好哥哥凯风还要帮紫耀夺回场子，拿回帝王龙刃，他真的我哭死。凯风的人物塑造真的是太亚撒系了。但此时的2人都已经身受重伤，哪里是龙昊天、古哈2人的对手？凯风被龙昊天一招打入水中，被迫拖着重伤身躯与巨爪蟹龙再次交战。紫耀更是在慌乱之中被蓝蝎兽龙控制了心智，陷入了自己害死哥哥的自责中。好家伙，我直呼内行，这动画搁这比惨大会是吧？先是东方墨失去挚友元丰兽龙，再是小艺深陷幻境精神崩溃，以及凯风没有保护住兄弟自责万分。
到了紫耀这里，更是为了斗龙世界的未来含泪送走哥哥，属实是一个更比一个惨。看来接下来要虐我家百诺了，编剧确实不当人哦。那么接下来的剧情也不用我多说，每一次的挫折和磨砺都是斗龙战士成长的基石，在重重困难中突破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只要走出过去的阴影，勇敢地面对现在的困难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回了斗龙首刀，战胜了魔兽。凯风绝地反击，千钧一发之间完成了升级，逆转了局势。天化以友谊之光临阵突破，绝境之中战胜了四叶刀罗。经历过如此多磨砺和考验，大家都成功进化到了第2阶段，想必接下来的剧情肯定是欢快可爱、轻松喜人的吧。小姨，小玉，凯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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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醒醒啊！对不起，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外溪岛。斗龙战士的编剧属实有点抽象啊！我从小看到大的动画都是积极阳光、健康成长的，别说主角战死了，就连配角死亡的也没看过几部啊。而斗龙战士居然为了体现出凯风和小艺的羁绊，在这动画的第21集直接把男二给写死了，属实是给当年年幼的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。在动画的第1集就出现了最终反派不讲武德，早早出场。纵使大家已经经历过如此多磨难，也远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种压迫感和无力感的塑造确实是有点东西。相比于第1部中永远有12星龙兜底的靠谱和安心，第2部的斗龙战士确实更像是在生离死别之中成长起来的战士。那么战死的凯风未来将会如何？主角一行人能否战胜兽星左右这2位强大反派？敬期待斗龙战士的第5期视频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加转发，点赞过5000或者投币过1000，我们下周继续更新。我是带你回忆童年的洛城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